恶臭的塞纳尔河，看不懂的开幕式，挂反的奥运旗帜，松弛且浪漫的法国人，一个不爽就上街罢工，感觉根本不像个发达国家。但是法国人均 GDP 4.45万美金，是我们的3.8倍，是世界第2大军火商，制造强国，核电大国，高铁鼻祖，文豪艺术家一大堆，土豪们排着队去法国买奢侈品，这看起来相互矛盾。今天就带大家认识下躺着赚钱的科技强国法国。说到躺着赚钱，首当其冲的是奢侈品。法国高奢品牌占据了全球半壁江山 ，LV、香奈儿、迪奥、爱马仕，没有最贵，只有更贵。LV 豪掷 1.5亿欧元赞助了巴黎奥运会，还设计了一堆盒子。追溯奢侈品的发展史，妥妥的就是文化输出。1643年。路易14继位，就是发明高跟鞋、丝袜和香水的那个男人。当时欧洲的时尚中心是马德里，巴黎啥也不是。在路易14 20多岁的时候，决定修建凡尔赛宫，但法国根本无法生产高端产品，建材装饰都要进口。路易14决定发展国内的制造业，限制进口，扩大出口。后来发展成为了西欧的重商主义。路易14发行了世界上第一本时尚杂志，风靡欧洲，主要介绍法国皇室众多的奢侈品。其他国家贵族看到后，激发了他们的购物欲望，疯狂的买。这大概是最早的广告吧。17世纪末，法国就成为了欧洲时尚中心。1774年，路易16继位，他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无比热衷打扮，就是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那个断头的王后。她拥有自己的御用服装设计师，就是高定服装产业的原型。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为了尽快恢复经济，扶持时尚产业的发展，在19世纪中叶，诸如 LV、香奈儿、爱马仕等一众奢侈品牌创立。1858年，高定之父查尔斯·沃斯创立时尚工作室 House of Worth， 推出服装系列的概念，预测时尚潮流，开办时装秀，使用真人模特代替以往的时装娃娃。二战后，美国、意大利、英国抓住了机会，开始抢夺时尚产业。之后，巴黎、纽约、伦敦、米兰成为了4大时尚之都。法国人口只有6800万，奢侈品行业从业人员仅占 2.5%， 创造的 GDP 却占到了 25.4%。随便拎出个 LV， 去年营收就达到了862亿欧元，把他们的老板贝尔纳·阿尔诺送上了世界首富的宝座。巴黎就是时尚的代名词，任何人或者品牌想搞出点名堂，都要去巴黎开个发布会，走个红毯啥的。如此厉害的行业只占法国经济的一小部分，更牛的是法国的科技和工业实力。先看看这玩意儿像个啥，你可能猜出来了，它就是坦克的雏形——布瓦罗机器。1914年，由法国工程师设计，是一个能够压平铁丝网不越过战壕的机械。再看看协和飞机，世界上唯一一款超音速客机，是半个世纪前的产物。举这2个例子是想说明，法国人在工业领域确实是有创造性的。去年，俄罗斯受到制裁，法国跻身世界第2大军火商。在航空领域，空中客车和达索公司是绝对的巨头。空中客车的安全性优于波音 A380， 是目前世界上载客量最大的客机，性能超越了波音747，代表了民航的最高水平。达索公司主要设计制造战斗机，型号包括幻影、阵风系列等。更不得了的是达索系统，全球领先的工业设计软件，尤其是旗下的卡提亚软件，在航空航天、汽车、船舶、工业设计领域几乎是绕不过去的，包括歼20、运20、鸟巢、高铁、新能源汽车，特别是在火箭设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躺着赚钱的典范。法国的核电技术也基本没有对手，我国的台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岭澳核电站都是与法国合作建设的。法国国土仅有4川大小，却运行着18个核电站、56座反应堆，年发电6万兆瓦，满足了法国 70% 的需求。强大的核工业让法国的核动力航母、核潜艇、核导弹自成一派。在高铁领域，法国 TGV 是先行者，1981年就建成了第一条高铁，时速260公里。目前法国高铁运行时速达到了320公里。其实我国高铁就是引进吸收了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在内的多家高铁技术，发展至今。法国的高端制造形成了全球竞争力，赚取着高额利润。有老牌的施耐德电器、航空发动机制造商赛丰集团、欧洲第一大战斗系统制造商泰雷兹集团、世界最大电力公司之一法国电力、能源巨头道达尔、全球轮胎行业领导者米其林、建材领域全球领导者圣迭班。作为欧洲文化的中心，法国文化软实力举世瞩目，从文学巨匠雨果、大仲马
到印象派大师莫奈、梵高，从存在主义先驱萨特、加缪到新浪潮电影代表戈达尔、特吕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达16人，他们的思想和作品影响了世界。法国还凭借殖民历史，控制着非洲很多国家的货币、财政、能源、矿产。作为联合国5常之一、北约成员国，法国在国防政策上高度独立，扮演着众多欧洲、非洲小国的核保护伞。所以，真实的法国远不是奥运会上看到的那样荒诞。